各位朋友，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尤其是这个互联网时代无限的放大了你的声量，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可不能胡说呀。这个郑丽文这两天我不是说了吗？郑丽文手里边本来是一把这个天牌开局，打到现在呢把自己给快打没了打烂了。为啥呢？就是因为他这两天呢访问美国，回到台湾之后受了刺激了。因为美国的那些反华的议员什么的，见到他不得冷嘲热讽吗？说你这样你得不到选票啊！他就开始想拿点这个选票，结果呢就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妄言如果中国大陆侵略的话，那就决战到底。他这个话一出中国大陆的这个百度立马就限制对他的搜索了，你搜他的这个结果只有几条然后呢中国大陆对他也死心了。问题是岛内这算是民进党绿营算抓住郑丽文说的这句话了，是吧？感情你他妈也跟我们是一样的呀你开始的时候你装什么呢？你装那既然要跟大陆决战的话，你为什么党要买美国的武器呢？那郑丽文从逻辑上来讲是哑口无言而党内的人也抓住了机会，开始支持他的很多深蓝的人士觉得这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郑丽文吗？什么时候要跟大陆决战了呢？还有党内原来就反对他的那些亲美派们，那就更加的抓住机会了，要把他给搞下台了。结果郑丽文这回这算是猪八戒照镜子，内外不是人，这回彻底的完球了。那位说有这么严重吗？我给大伙先看看连中天这么蓝的台都开始说郑丽文这回这个事儿了。就是咱先看看吧，这个黄伟汉先跳出来了，幸灾乐祸呀。黄伟汉说郑丽文还自比孙中山，对他是国民党始于孙文，现在呢终于立文终于等到没有来这个要讲清楚终于等到郑丽文讲清楚嘛你讲始于孙文终于立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绿伟汉是彻底的不装了，是吧？中国的网友说把这个家伙也得列入顽固台独分子名单中国科研船向阳红22 18号深夜非法闯入我国限制水域，海巡署也派出了舰艇火速拦截，更以双语警告中国船只。不过，中国扰台的行为不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专访时的时候却提到，如果台湾没有宣布独立，中国还是以武力侵略，那我们一定会战斗。但是被绿委质疑，国民党频频挡军购，要拿什么来对抗？呼叫中国向阳红22。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兰屿舰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已违反国际法规定，请立即转向。打着探照灯，海巡人员在驾驶舱拉高分贝，不仅以广播驱离，还造浪，强势夹击。This is Taiwan's waters. This is not your waters. You don't belong here. Turn around and leave now. 18号晚上11点35分，中国科研船向阳红22从苏澳外海侵入我国宜兰限制海域。除了科研船，中国无名船也频频侵扰我国。18号晚上在澎湖花屿西方海域违法越界。海巡不畏危险，跳上船只将人带回。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也发文肯定，感谢海巡不惧恶劣海象，守护我国海疆。中国对台侵扰不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外媒《经济学人》专访时提到，如果台湾没有宣布独立，中国人决定以武力侵略台湾，我们一定战斗还击。但对蓝营将提出的无人机条例，他却直言9月习近平访美前来不及审议，绿营质疑自打嘴巴。看到郑丽文呢是认同马文君把军购归零元预算的一个概念，
而现在呢，他说中共如果打来，他要去对抗，他凭什么对抗？然后从来不愿意为这个国家安全来着想，更配合习近平的红统言论。郑丽文他的政治立场就是习近平的政治立场，这样的政治立场，大家会相信他会对抗中共吗？郑丽文一手捧习近平，一手阻挡军购条例，是真为台湾人民，还是只想破除美方疑虑？民众心知肚明。明日新闻综合报道。端午连续假期，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他的这个郑丽文主席的全文前面是有一个前提，叫做国民党的立场一直都反对法理台独，他的台独不是赖清德口中的台独意涵，不是现状台独哦，是法理台独，所以他强调说意见一致。那他的逻辑，我大概能理解郑丽文主席他想讲的话，他是说，如果今天北京是要反台独。只要反台独这条红线没有划过，他没有武力攻打台湾的借口。可是，如果台湾明明没有做到这个所谓的你口中的法理台独，你还来攻击，你还来打，那我们当然要反击啊！哦，可是郑丽文主席他特别强调法理台独，法理台独是一个有那个叫局限性定义的、哦，法理台独就是而且呢是要有自己的宪法。哦，是要有一个新的宪法，所以那个才叫法理台独哦。然后呢，这就是台独的意涵，那就是现状啊，那就是现状台独啊。所以我说，当民进党已经进入到现状台独，郑丽文还在讲法理台独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郑丽文这个论述很容易被民进党拿来洗。哦，所以我说这个议题对郑丽文来讲不讨喜，不讨喜，因为主流论述是掌握在民进党手上。什么叫独派是由民进党来定义的？你国民党怎么去定义谁是独派？很难呐、一定是台派呢。哎呀，拍谁？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这个制宪了，为什么？你看他们都说民进党发言人都说我们没有台独党纲啊。他说已经那个沈伯洋说已经被后面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这个什么取代了，有这种事情吗？没有啊，他还明明就还摆在那边啊。所以你看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去解读，可是当国民党人去解读什么叫台独的时候，很抱歉一下就说没有，你也是台独，所以我说郑丽文主席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很容易就进入到民进党设下的陷阱里面。当然，郑丽文主席我还是回到说，他想强调的重点是北京的反台独立场这一块，只要这个红线，他也认同这个红线，就是只要没有台湾法理台独这个事件发生，两岸理论上应该是要和平的。可是我必须说，那个是我觉得郑丽文主席自己都说美国人很对他觉得他天真哦，这段话其实就很天真。为什么？当赖清德都已经讲出现状台独，就台独的意涵已经是现状的时候，那这条红线会不会改变？或者说它的那个界限会不会有一些所谓不同的调整？这个对岸恐怕也都看在眼里。当然，我认为郑丽文主席主要还是强调，希望对岸能够维持住那个只要没有法理台独，就不会两岸就不会兵凶战危这个风险啦。那我觉得，因为你这个东西定义是由那个民进党来定义，是由中共来定义，所以呢，这个郑丽文主席讲这段话其实是不讨喜。我认为他怎么讲比较好呢？就是说，我们一定尽一切努力避免两岸的战争发生就好了。可是，一旦任何的情势发生，我们还是得要站在台湾，或者说就好了。你不需要去假设什么前提或什么前提，因为今天说穿了，你是在野党。如果今天你是执政党，你让两岸发生战争，那你就像泽伦斯基，你会受到国际的这个关注嘛？那你像现在泽伦斯基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在乎他了，甚至认为他可能赶快下台比较好。有些人会有这样的解读。那我说，如果你是执政党，你是可以影响这个两岸情势到底往什么方向走的时候，你的讲话当然要更谨慎。现阶段的郑丽文主席，他再怎么样，他是一个在野党主席，所以即便他有跟对岸的这个去互动，那他再怎么样，他也还是在野党，他没有执政权。他谈这些话，我说实在，他都是一种期许、期待、期盼，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影响两岸的走向。对，韩斌哥，我想问的就是郑丽文为什么此时此刻要特别自己去开了这个战场或开这个话题呢？这真的是不讨喜的一种说法吗？因为他这样的说法之后，我们今天也看到，像是联合报他也提到郑丽文战斗还击说，你必须要慎防缺乏转圜的后坐力。当然，他们也认为这是在这样的说法比较像是年底选前的一个补充说明。只是从各界第一时间反应来看，郑丽文想要借此来抢一些
些浅绿的选票，依旧是高难度，甚至呢这样的说法还有可能丢失掉了深蓝票的疑虑。所以战斗环节说确实已经展现他的一贯霸气，可是霸气之余，你是不是也少了严谨跟回旋的空间？还上面写说岂能不慎？就算是年底选前的补充说明好了，到底有没有效？那到底在此时此刻要拆什么弹？或许有人逼他表态吗？为什么他会突然抛这个议题出来呢？我必须说啊，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话不要讲得这么明，甚至回避某一些话题，做事情会比较方便。我们大家都晓得，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嘛。因为很多时候你模糊一下空间的时候，很容易让大家猜不透你到底直接想什么，就不会去注意到你真正的想法。这样子大家都有各自解释的空间。国民党过去就一直是这样干。那请问一下，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失去政权了，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翻身。那郑丽文当然有郑丽文的缺点，他的缺点很明显，就是他向来直来直往，那他也不管你喜不喜欢听，好不好听，他就是讲。那讲了之后，喜欢的人会觉得他讲得很好，有 guts； 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我靠，你讲这个东西，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你太一厢情愿，你太怎么样怎么样，太理想主义，巴拉巴拉巴拉就讲了一堆。那老实说，这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郑丽文的缺点就是很多事情他会让你没有回旋的空间，就一翻两瞪眼。可是好处是什么？好处是他不会跟你躲躲藏藏、畏畏缩缩讲玩那种模糊游戏，他就直接挑明了，我就是这样，我的喜欢哦，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觉郑丽文喜欢他跟不喜欢他也是非常两极的，讨厌他的人非常讨厌他，包括国民党那一堆人非常讨厌他。就是他的优点是他的缺点，他缺点也是他的优点，对，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这种性格会变成说，他自己如果想要更进一步，会很困难，因为你的爱恨太分明了。那好处就是他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国民党，过去的国民党就是保留太多的解释空间，然后让大家觉得你国民党到底想要干嘛，没人知道。所以过去这10年，很多人也受不了国民党那个死德性，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啊，这个也好，那个也好，然后那个出了什么事，我们跟着民进党一起谴责，然后那国民党到底态度是什么，然后讲的又不太一样，永远在玩这种游戏。那这种游戏让很多人感到非常不耐烦，所以你与其说是郑丽文的个性造成了今天的他做了某一些访问啊，或者带领国民党的方向，不是。我认为正是因为国民党这10年来，让很多人觉得你们到底要模糊到什么时候，才会让郑丽文赢得党主席的大选？因为大家在等这样一个至少愿意爽爽快快把话讲清楚的人。可是问题来啊，他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啊，所以他也因为这样一定会招致非常多的攻击。我也很想去跟郑丽文讲说，有的时候你就不要讲那么多，没有什么好提的啊。但是问题是人家就一直要问啊，那你怎么办呢？那如果说他都不讲啊，这个问题我不方便回答，或是我就不扯了，那人家又会说你畏畏缩缩啊，这个不是我认得的郑丽文啊，怎么样？你应该如何。然后讲这个又陷入到马英九当年执政的那个父子骑驴的状态。马英九当时就是人家讲这个，哇，我吓到，我赶快做那个，人家你转成这样，另外一批人又不满意，永远在满足人家，然后永远满足不了。所以我觉得郑丽文的选择就是，我就跟你直球对决，反正我就是这样讲。那你要去歪曲解释，那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拦不住你，就是这样。现在很明显的对郑丽文的很多解释根本就是乱解释一通嘛，他们就是把自己的想法硬要套去说你郑丽文就是这样想，就这样。那问题你没有办法，像很多人每天到我的脸书啊，到我的 YouTube 啊，都说你这个你就是红共，你就是统派，你就是已经投降中国大陆了。我就是觉得很奇怪，要跟你讲1万遍吗？我从来不喜欢共产主义啊。然后我每次只要这样讲以后，大陆人说你看谢汉斌这个卧底现身了吧？台独，对你就是台独分子。那是怎样？一切只有照你们的想法才叫对，其他都是错的吗？人家就不能够有其他的想法吗？所以老实讲，对这些极端分子，我根本懒得理他，因为你跟他解释也不通的。因为这些人的想法就是脑袋灌水里面，他的想法就是只有一种解释，就只有像我这样解释，没有像我这样解释就不是解释，要不然就是你就根本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听你在，老实讲，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台派啊，台派都是他们自己封的，大家都是台湾人，为什么他是台派？
为什么我不是？你们独派就独派嘛，装什么台派？然后偏偏就是独派里头其实有分2种，一种是真独派，他就是真的要去走台独的；另外一种叫孬种独派，每天把台独讲在嘴巴上，可是自己做的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台湾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今天郑丽文他这样做，当然会招致很多批评，很多人觉得你何必把自己搞到这个地步？但是他改不了的啦。郑丽文也50多岁，他怎么改？我讲实在话，他跟我同年的啊，你觉得他改得了吗？我觉得我当然是改不了，我也不认为他改得了，所以他未来一定会持续的被人家攻击。可是韩明哥，我刚好画了你一个重点，你说郑丽文这样讲，他2028就是没什么机会。可是有些人解读反而认为他这样是为了自己2028再去做一些解套跟预先铺排。你认为走他这种相对极端的人会是讨喜的吗？我不认为，我不认为。就是我知道很多人一直不断的，包括我看我们伟汉兄最近在那边讲说，郑丽文就算2028连任，我也不会支持他，我宁愿变成少数派啊，这样。我就变少数派啊，那又如何呢？那又如何呢？没有如何，就是不会变郑伟汉。对啊，我觉得很好笑的就是，我就老实讲吧，郑丽文在那边我也会说，我从来不认为他选得上，我真的从来不认为他选得上。真的有人认为郑丽文2028选得上吗？我真的不认为啊。我跟你讲，他能够当党主席，老实说啦，如果那个时候是卢秀燕要选，你真的觉得郑丽文会选上党主席吗？那就是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造就了郑丽文嘛，不是这样吗？然后现在为什么一堆人要去讨论他要不要选2028？老实说啦，2种人啊，一种是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当然要负责挑拨离间嘛，就希望你们继续这样搞，最好国民党内斗到死为止嘛。那另外一票就是党内有一票人担心郑丽文真的会去选2028嘛，就是这样子啊。但你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如果郑丽文真的像你们想的这么烂，那他今年选完他就再见了嘛，不就是这样？因为他会招致国民党内部大败，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我也不认为郑丽文真的有什么本领可以一路选到2028。那当然啦，很多人说你预测不准，对啊，我也没说我预测一定准。那我们就看嘛，看他到时候到底会不会出来选2028。以现在这个态势，我实在看不出来他要选2028的能量。我讲实在话，而且他自己也从来没说自己要选。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问说，那他如果不要选的话，为什么不讲自己不选？我老实说，他就算讲了自己不选，你们相信吗？马英九当初讲了100多次他不选，他不选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当你对一个人有成见的时候，你管他讲什么，反正你就是不信。真的，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所以他讲什么有意义吗？所以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去纠结在这些东西上面。我知道讨厌他的人永远都会讨厌他，对啊，所以我也不想劝你什么，你就看吧，看看郑丽文到底做了什么嘛，不是吗？那以目前来说，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接下来这种问题还会一直持续不断的出现，但是我觉得他的个性，他就会跟你硬干到底。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他跟赖清德有点像，赖清德也是选择跟你硬干到底啊。那我觉得挺好啊。最大在野党的主席跟最大执政党的主席2个人有共同的想法，就是我要跟你干到底，那太好了，我们就大家准备干到底。火车对撞。对啊 ，OK 啊，反正。台湾现在就是选择火车对撞，我们就来火车对撞。对，像刚刚韩明哥讲的也没有错。那观众朋友们就认为说，我刚刚对韩明哥的提问是不是还在捧郑丽文？所以我终于理解了，你们不可能永远满足哪一些人啦。所以有些人他就是一定要你要讲到他的论述，所以你们现在在我的眼中，对不对？就是没有讲到你们的论述，你就认为我是不是在干嘛的？你就等于韩冰哥看蚌壳一样，所以你们都是蚌壳，对，不开就算了，好不好？郑丽文最大的阻抗不是来自于外部，外部都还可以慢慢沟通化解。我觉得国民党内部才是他最大的问题。国民党内部一直以来有一群人，就是希望郑丽文赶快把他拉下来。我讲实在话，我也听到不止1次2次，这一些人甚至老实不客气的讲，他们认为即使牺牲今年年底的选举，也要把他拉下来。因为他们认为年底选举再怎么样不会差到哪里去，顶多掉几席，国民党应该还是多数。然后基本上一些大的应该不太容易掉，所以他们认为你如果不趁这个时候把郑丽文拉下来，你就会让郑丽文真的去选2028，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本身是不好。郑丽文现在真的是里外不是人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对吧？大陆已经对他放弃了，然后呢，党内啊还有很多人把他视作眼中钉，而郑丽文现在的这个言论呢，这种言论，你觉得他的这个政治生涯能有洪秀柱长吗？纯粹是一张大嘴把自己给玩没了呀，朋友们！天牌开局啊，混到现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声叹息吧，点个订阅，下期再聊。